诸位我们可以看到后面呢还有一些什么小青龙汤，本来是表寒里寒的啊，好麻烧姜青桂乌草丸对不对？还有小青龙汤加石膏，那老师他小青龙汤是很寒的，对，去很热的药要去寒的，那加个石膏进去，这种都是有伏热有伏热素食在里面，好，比较病得比较久，好，还有就是淤血，久病必有淤，好，那我们治疗那个癌症肿块的肿瘤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会想到一定会有淤血，好。所以病太久了，好，都会有这些延伸的问题在里面，好。那人体呢，是因为人体非常精密，所以你即使得到很重的病，哈，除非是心脏病，心脏病一发就死。可是中医的，这是对西医来说，对中医来说发之前有预兆了，刚开始心脏有问题我们就知道了。我们从你一个脚趾头开始冷就开始动手了。你西医呢，等到膝盖还说，我太太脚还比你还冷，对不对？所以才会死在西医手上。那中医不是这样子啊，你一个睡不好觉，脚冷，马上就开始动手了。好，绝对不可以等到要发病了再去动手。好，那所以我们人体很精密，所以当你病了一段时间以后呢，不见得会死，但是身上很多累积很多东西。好，就像我们这个影片讲的有浮饮啊，好，有脂饮啊，好像是脂饮啊，有流饮啊，好，这种都是原来身体就有问题的，好，所以才会出现处方是这样子来做加减，虚症和实症的变换。好，那诸位现在就学到了。好，我遇到这种情形的时候，一个人脸是黑的，肚子大大的，第一个你要想到木方济汤，第一个就要想到这个。好，那可能呢，它是里面内症，可能是好胆囊癌啊，好，或者是好肝硬化 whatever， 好，都可以用。好。这个里面呢，诸位看好，我再回台一下。这个木防己，防己呢，是我们用的很常用的一种药。防己本身入三焦系统，好，所以病人水肿或者是有关于三焦的病，我通常会用到防己。比如说喉咙的你的甲状腺、扁桃腺啊，耳朵的这个，还有你的腮腺肿大，好，腋下淋巴的肿大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个睾丸呢，反正是腺体有没有？好，都可以用到防己，所以我们防己黄芪汤有没有？好，也是用在防己，所以防己是很好用的。经方里面呢，我们是用的木防己啊。过去呢，我们有人用汉防己，什么好，里面有马兜铃酸啊什么样，那个都是不对的。我们经方本来就用木防己，张仲景这个时候就讲了木防己，所以当年他就知道汉防己不用啊，很厉害啊，对不对？他怎么特别讲的木防己？因为防己你到市场上，好，你跑到这个我们很有名在石家庄嘛。石家庄的安国市场哈，里面是中澳的很大的集散地。你讲一个防己，你要说你要什么防己，好，就很多选择。你说我要木防己，他好，他就给你木防己，好，所以你不能跑去我只要防己，你要买防己找不到的，因为它有很多种不同的防己。那经方在用的时候，一律用木防己，好。所以这个主力的处方是在防己上面，好。好，那个。人参呢？好，为什么一直跟在里面？因为这个症状的时候，是因为前面病人病了一段时间了，20-30天了，好，或者40几天了，这个病人有吐有下，凡是病人到你手上吐得很凶或者下痢得很严重，张仲景都会放人参进去。好，人参进去就是补虚嘛，哈，那个把肠胃津液补一下，滋补一下。好，那这个处方呢，好就把石膏拿掉了，好用芒硝去攻石，好，同时呢茯苓呢。好，来排水排掉。茯苓本身这个药很好玩，你除了利水以外，本身茯苓啊，好，这个摄白入肺，啊，有滋补的功能在里面，好，所以茯苓是很好使用的一种，好，我们常常在用的一种药，好。这个脂饮，好，心下有脂饮，也是在心的这个心下就是讲胃的地方，好，心口的下方，这个是我们膻中穴心下这一块地方，好。如果有脂饮的时候，病人的症状就是昏眩的很厉害，晕眩的很厉害，好。那诸位前面学过了，老师啊，这个我们晕眩的时候，五苓散、苓桂素甘汤。还有真武汤，对不对？
啊，都会晕眩。还有前面讲过了，那个中风的病人呢，啊，有素附汤，用白术、附子、生姜、甘草、大枣去治疗极度的晕眩。啊，病人是中风，极度的昏眩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用到这个处方。那有很多处方了，老师这里又跑出来一个，这个苦冒险的泽泻，啊，泽泻汤，重用泽泻，好，这个汤方呢，2味药，泽泻跟白术2味药，啊，这个滋饮呢会这样子用，是这个来自脾，好，脾有积水，好，是来自脾脏，所以病人这个滋饮呢，一定会告诉你，我左肋。啊，这个临床的经验了，左肋痛，脾在左边呢，肝在右边，左肋痛。我们临床上为什么我会想到这样子？因为你看这个处方就知道嘛，这根本就是为了脾脏去设计的，因为白术本身就入脾啊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用白术的时候，我们用黄土去炒过白术，就是希望入脾土嘛。好，白术跟泽泻看就知道是入脾脏。那他病人临床上看的时候，就是左肋痛，就可以跟宁贵煮甘汤、跟五苓散、好跟真母汤做个区分。好，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泽泻汤好5钱，白芍白术2钱，你如果同样的处方加上白芍加上1两的时候，再加上茯苓，5钱，好，这个白术2钱5钱，好，加上厚朴。厚朴呢，能够入脾脏，能够宽肠，好，光是泽泻汤这2味药，再加上这3味药，脾脏肿大就够了，不需要别的处方。病人一吃下去就开始小便，肚子开始消，肚子开始消，所以好，脾脏肿大的时候，病人呢也是没有办法站起来，头会昏眩，最主要的特征呢，左边肋骨痛，也是一样，肚子心下脾啊，也是有滋饮。有时候有昏眩，看起来都很像，实际上它是左肋痛。好，那不治疗它的时候，到时候脾脏整个跑到整个腹部都是脾脏啊，这个腹部脾脏会肿得很大，垂下来，垂到那个腹股沟的地方。那这个症状呢，这个冒眩还有加上眼前会发黑。眼前发黑。如果病人没有滋饮，蹲在那里一站起来，眼睛就发黑，这是贫血啊。好，那这种呢，心下有滋饮的时候，昏眩的时候，眼睛有发黑，严重，我们就可以知道它是来自脾脏里面积水啊，这是泽泻汤。好，第195条。不，这边在后面啊。对，滋饮胸满者，厚朴大黄汤。好，老师一看，老师厚朴只是大黄，老师不是小承气汤吗？又来了，好，小承气汤又来一次。好，像这个里调变的滋饮胸满呢，为什么会用叫做它称作厚朴大黄汤？好，因为这个滋饮呢是有小承气，是因为小肠下焦不通，下焦便秘堵到了，造成滋饮的。好，所以才会用到厚朴，重用了厚朴。好，厚朴呢，这个药呢，降逆气，临床上看的时候，大家不要担心。为什么不要担心？因为病人来的时候告诉你，我这个胸肋这边很胀满，你偏脑海里面不要去设定有没有什么滋饮。我们在看病人的时候跟读书的时候不一样。你在看病的时候，病人进来的时候，你先脑海里面先不要想病人是长什么样子、什么病，你先脑袋里面要空空的嘛，不能2片树叶在前面。所以我在看病人的时候，脑海心里面什么都不想，先坐下来先听他怎么讲。好，所以比如说他听到告诉你我这个胸的这边很胀满很难过，然后你就问他你睡觉如何？我们有问大小便啊，对不对？你当医生你不问病人大小便如何，胃口如何？他告诉你便秘了，排气的很严重，
这个我们所谓降逆气有2个气，第一个是排气放屁，还有一个气往上升，就是常常嗝气，都是属于排气，都是有重用候补。所以一个人肚子很大，放屁一直在放屁，气很多，就是候补要重用。这个候补重用的原因就在这个，因为他气很盛。所以这种滋饮呢，用不到排水的药，利用小承气汤把候补重用，大便通出来，这个胸胁苦满，心下痞的现象就没有了。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条便在这个地方。这里呢，又回到葶苈大枣泻肺汤，跟前面痰饮咳嗽互相呼应的我们的肺痈，当我们有滋饮的时候，病人没有办法呼吸，甚至没有办法躺下去。这里会用到葶苈大枣泻肺汤，诸位在我们练肺痈的时候知道，葶苈子呢是苦药，是苦味的药，寒，所以肺里面一定是有热，盛，非常的燥热，热非常的盛的时候，我们会用到葶苈大枣泻肺汤。在肺痈，这个热盛就是日久，病久了，那失智一直没有碰到好医生，没有用对药，没有治好，慢慢会肺化脓了，一样看起来呢也是滋饮，滋饮就是胸胁苦满在这一带非常的痛，滋饮，在肋间的这个地方痛，没有办法喘息。这几个条件下来，就是跟诸位讲，同样是胸肋痛，它的原因很多，你要分辨得出来。什么时候用厚朴大黄汤，什么时候用葶苈大枣泻肺汤，什么时候用木防己汤，其实很简单。临症的时候，你们跟我临床一段时间，什么都会看到。我们那里很好玩，什么病人都跑来，然后常常是我才刚刚讲完这个，跟大家讲完这个案例，我们会用什么处方，然后现在新病人来，我们进去看，一进来他就讲，他讲治这个病，常常会这样子。所以医有医源很特殊，很奇怪。那这个在接下来呢，这个诸位看着，因为葶苈大枣泻肺汤我们前面有介绍过，所以我们就不讲方子怎么用了。呕加，你一个呕吐的人，什么叫做呕加？就是比如说孕妇，她从怀孕开始就是不断的恶心呕吐，也是呕加。还有的人呢，就是常年胃不好，一直在呕吐，呕吐就是呕加。呕加的人呢，因为你吐了很多，津液伤到，本来就该渴嘛，这是个 common sense。所以说，呕吐的人呢，本来就是口渴，现在渴者呢是郁结。你只要正常的发展就是比如说我吐得很厉害，那可能呢是昨天晚上我喝酒喝得很凶，喝酒喝穿了，结果呢大吐有没有？吐完以后，当时人就昏睡过去了嘛。早上起来的时候大渴，我非要赶快喝水，这种都是自己会好，对不对？你这样子想就好了那现在有个人呢吐完了，居然不渴，对吧？有问题在里面，心下有滋饮造成的。所以你如果是呕吐的人，吐完没有渴的话，代表这个人有滋饮在那边。所以你要查看你有没有滋饮。你今晚喝酒喝多一点，然后吐完了看，我早上口渴，代表没有滋饮，没有口渴有滋饮。小半夏汤，小半夏汤呢就是半夏跟生姜，很浅的一个处方。小半夏汤就是这个恶心嘛，恶心。那这种汤剂呢，只要病人有水逆，因为小半夏汤就是半夏跟生姜2味药而已。那我们临床真的在用的时候，张仲景呢，因为生姜本来就是解半夏的毒嘛，所以他就放生半夏下去，生半夏，然后你用姜半夏，本来就是半夏和生姜在煮在一起，你那个半夏再用姜半夏，你不多此一举，对不对？直接生半夏，生半夏去恶心、去呕吐、利水的力量很强，一剂下去就中了。那你配合生姜在里面煮，病人吃下去不会喉咙没有声音了，没有声音。所以生姜呢可以把胃里面的停水去掉，生半夏可以把胸膈之间的水把它排掉。这个很简单的一个处方。
好，这是最轻的一剂止呕的方。好。